你以为睡觉仅仅是休息吗？错了，你每天晚上长达8小时的睡眠，其实是你命运最真实的显影剂。白天，我们可以戴着面具，扮演坚强，扮演富有，扮演快乐。可一旦你躺下，进入无意识的睡眠状态，你的身体，你的睡姿就会毫不保留地出卖你最深层的潜意识和你身体里那股气运的真正流向。大家好，人这一生如果活到100岁，有长达33年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这1/3的人生绝不仅仅是身体的修复，更是灵魂的充电站。老祖宗早就说过，智人无梦，达人无忧。一个人的睡相就是他灵魂的形状。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个石破天惊的话题，你的睡姿藏着你怎样的天机？你可以现在就回想一下，或者偷偷观察一下你的枕边人，有没有一些看似奇怪，甚至有点拿不出手的睡眠习惯。比如说，是不是有人睡觉时总喜欢把2只手举过头顶，像个小孩子一样做出投降的姿势？又或者，是不是总喜欢像个虾米一样蜷缩成一团，把自己抱得紧紧的？再或者，你是不是那个宇宙闹钟的拥有者，总在凌晨3点到5点之间毫无征兆地醒来？请注意，这些绝对不是偶然，更不是什么坏毛病。在东方古老的智慧，包括玄学和中医的体系里，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习惯，恰恰是你特殊体质和非凡命格的强烈暗示。特别是我们马上要讲到的第一种，很多人甚至会因为这个习惯而感到不好意思，殊不知这可能是一种极其尊贵的贵人相，是老天爷悄悄塞给你的一份健康和财富的大礼。我们先来想象一个画面，一个人躺在床上，2只手自然地向上伸展，放在头的2侧，或者干脆高举过头顶。这个姿势，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眼熟？没错，如果你家里有刚出生的婴儿，你会发现10个宝宝里有9个都是这么睡的。很多人到了40-50岁，甚至70-80岁，依然保持着这个婴儿般的习惯。他们的伴侣可能会开玩笑说，你都多大年纪了，还跟个娃娃似的卖萌。甚至有些人自己也会担心，这是不是颈椎或者肩膀出了问题？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人正好有这个习惯，那么今天我要用最响亮的声音恭喜你，千万不要改，这非但不是毛病，反而是天大的好事。在道家养生和相学中，这个睡姿有一个非常霸气的名字，叫做环阳卧。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从能量的层面来剖析。小孩子为什么会这么睡？因为他们是纯阳之体，刚刚脱离母体，身体里的阳气最足，生命力最旺盛，气血通畅，没有任何淤堵。当他们本能地把手举过头顶时，其实是在通过指尖的劳宫穴和身体的经络，去连接和吸收天地的能量，来进一步生发体内的阳气。这是一种生命力蓬勃向上的本能展现。而我们成年人呢，在红尘俗世里摸爬滚打了数十年，身体里早已积攒了寒气、湿气，承受了压力、委屈。我们的身体就像一条淤塞的河流，很多地方是僵硬的，阳气也早就消耗得所剩无几。大部分人睡觉时，手只能放在胸前或身体2侧，因为你让他举起来，他会觉得累，会麻，根本坚持不了。但是如果你到了中老年，依然能在睡梦中无意识地并且非常舒服地做出这个环阳卧的姿势，这说明什么？这恰恰证明了
你的身体内部依然保持着一种婴儿般的通畅和纯净。在中医里，我们的手臂内侧巡航着3条至关重要的经络：心经、肺经和心包经。当你把手举起来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舒展和拉伸这几条君主之官的经络，让你的心肺之气能够得到最顺畅的运转和修复。所以，拥有这种睡相的人，通常具备以下几个特质：第一，心态年轻，性格乐观开朗，像个老顽童，不记仇，不纠结，心里藏不住事，活得特别通透。第二，身体底子好，阳气足，是长寿的有力候选人。这叫什么？这叫身老心不老。这是一种极其特殊的贵人相，它代表着你这一辈子都能像孩子一样，得到上天的无形庇佑，无忧无虑，逢凶化吉。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天赋异禀的习惯，请务必珍惜，继续保持，这是你身体里蕴藏的最宝贵的福报。我们要讲的第二种睡姿是像大虾米一样，侧身蜷缩着睡，整个人侧躺，双腿弯曲，双手或抱在胸前，或夹在两腿之间，把身体缩成小小的一团。很多人一看到这个睡姿，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人肯定缺乏安全感。在西方的心理学里，也确实有这种说法，称之为胎儿型睡姿，认为这是在模仿我们在母体子宫里的状态。心理学家说你缺乏安全感，但东方的风水大师可能会告诉你，你天生就是个顶级的守财奴。今天我就要从玄学的角度给你一个全新的让你惊喜的解读。这种睡姿其实是一种能量层面上极强的聚气和自我保护的形态。你想想看，当我们在母亲的子宫里时，是不是就是这个姿势？那个时候是我们生命最安全、能量成长最快的阶段。当我们蜷缩起来的时候，身体的重要穴位，特别是肚脐的神阙穴，就被封闭和保护起来了。同时，胸腹部的重要脏器也得到了最好的守护。在道家的修身法门里，这叫做藏风聚气。喜欢这样睡觉的人，通常具备超乎常人的感知力和敏锐的直觉。他们对周围环境的变化，对他人情绪的波动，有着雷达一般的洞察力。虽然他们外表看起来可能比较柔弱或者内向，但内心世界极其丰富，而且非常有韧性。在财运上，这才是真正的闷声发大财的类型。他们懂得收敛，为人低调，不张扬，不炫耀，懂得把自己的能量和辛苦赚来的财富，像宝贝一样紧紧地抱在怀里，锁进自己身体的保险箱。这和那种四仰八叉、仰面大睡的人形成了鲜明对比。那种睡姿虽然看起来豪迈，但在气场上却是开放和好散的，往往是漏财之象，钱财来得快，去得也快，存不住。而蜷缩睡姿的人，守财能力一流，他们就像一个握紧的拳头，财运一旦进来了，就别想轻易溜走。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锦囊妙计。如果你喜欢蜷缩着睡，可以学习一下佛家中最吉祥的睡姿，叫做吉祥卧或者狮子卧。具体做法是，身体向右侧躺卧，双腿微微弯曲，右手手掌托住头部，左手自然地放在左大腿上。为什么要向右侧？因为我们的心脏在左边，向右睡，心脏就在高处，不受压迫，血液供应最顺畅。这样的睡姿不仅能最大限度地藏风聚气，还能让我们的心脏得到最好的休息。
所以，如果你是这种睡姿的拥有者，你只需要稍微调整一下方向，尽量向右睡，那就是完美的富贵安稳之相。接下来要讲的第3个特征，可能正困扰着屏幕前的许多朋友，那就是你是不是经常在凌晨的特定时间点，比如3点到5点之间，莫名其妙的就醒了。很多人把这当成失眠、早醒，甚至怀疑自己肝脏或者肺部出了问题，为此焦虑不安，四处求医，甚至开始依赖药物。各位，如果你排除了身体器质性的病变和疼痛，仅仅是单纯地习惯性的在这个时间点醒来，而且醒来后头脑还挺清醒，那么我告诉你，先别急着害怕和焦虑。在修行人的眼中，这可能根本不是病，而是一种极其宝贵的灵性觉醒，是老天爷在给你发送专属的宇宙信号。为什么是凌晨3点到5点？在中国古代的12时辰里，这叫做寅时。寅时是黑夜与白昼交替的时刻，是阴气消退、阳气开始生发的转折点。在这一刻，整个天地之间的能量场会发生巨大的转换。《黄帝内经》里讲，寅时是肺经当令，肺朝百脉，主一身之气。这个时候，我们人体的气血开始从静态转向动态，重新分配到各个脏腑。如果你总是在这个时间点准时醒来，说明你的身体对于天地间这种精微的能量变化异常敏感，你的灵魂频率在这一刻与整个宇宙的频率产生了共鸣和校准。这其实是一种天门开的征兆。许多修行大师都会专门选择在这个时间起床打坐，因为这个时候练功效果是白天的10倍以上。所以，如果你醒了，千万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去刷短视频，那会立刻破坏掉这股宝贵的、纯净的宇宙能量。你应该怎么做？你可以安静地躺在床上，或者干脆坐起来，闭上眼睛，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呼吸上。深吸，慢呼，去感受天地间那股最纯净的阳气正在升起。你可以在心里默默规划你的未来，或者感恩你所拥有的一切。你会惊奇地发现，在这个时间点思考问题，思路会异常清晰，直觉会异常准确。很多白天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可能在这一刻，答案会突然涌现。所以，不要再把寅时醒当成一种折磨，请把它当成你与高维智慧连接的专属 VIP 时间。这是老天爷看你白天太辛苦，特意叫醒你，给你开小灶，为你的人生强力加持能量。讲完了这3种特殊的睡眠习惯，可能有的朋友会问，我没有这些特征，那我该如何通过睡眠来为自己积攒好运气，睡出好身体呢？别急，接下来我送给每一位朋友3条关于睡觉的天规，无论你是什么睡姿，只要遵循这3条，你的睡眠质量和人生运势都会有质的飞跃。先睡心，后睡眼，这是睡眠的最高境界。为什么很多人失眠？不是因为身体不累，而是因为心不静。躺在床上就像翻烙饼，脑子里像在放映一部永不落幕的电影。今天谁得罪了我？明天的房贷怎么办？孩子的考试怎么办？你想了一晚上，问题解决了吗？没有，反而把你第2天赖以生存的精气神全都消耗殆尽。老子说，治虚极，守静笃。睡觉前必须把心清零。我教大家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
上床后，平静地告诉自己，今天已经结束了，无论好与坏，都已成为过去。明天是崭新的一天。我现在的唯一任务，就是把这具身体交给床，把我的灵魂交给梦。然后，你可以试着去专注于自己的呼吸，一呼一吸，或者在心里默念放松，放松。当你的心安定下来，身体的阳气才能顺利地潜入阴气之中，你自然会进入深沉的高质量的睡眠。这样的睡眠，1小时的质量能顶得上普通人3小时。头北脚南，顺天而卧。这看似是老一辈的讲究，实则蕴含着深刻的科学与玄学智慧。从科学上讲，地球是一个巨大的磁场，磁力线是从南极流向北极的。我们人体自身也存在一个微弱的生物磁场。当我们睡觉的时候，如果采取头朝北、脚朝南的姿势，我们人体的磁场方向就与地球的磁力线方向一致。这样，我们体内的气血运行所受到的阻力是最小的，就像顺水行舟一样，轻松自然。如果你能长期坚持，你会发现自己的梦变少了，睡眠变深了，醒来后头脑更加清醒，精力更加充沛。这就是在借用天地宇宙的力量来滋养我们自身的生命。当然，受限于房屋结构，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调整你的床头方向，你一定会收获惊喜。寝不言，藏神器。很多人有睡前聊天的习惯，夫妻夜话或者打电话，聊着聊着情绪激动了，或者话说得太多了，气也就泄掉了。中医里讲，多言耗气。睡觉本来是用来养气和收敛能量的，你却在睡前把它像开闸放水一样全部耗散掉，这会导致你心神不宁，难以入睡，或者睡着了也容易做梦。古人给我们立下了食不言，寝不语的规矩，这是蕴含着大智慧的。上了床就把嘴巴闭上，把你的神气内收。这不仅是对身体的保护，更是对睡眠本身的一种敬畏。你敬畏睡眠，睡眠才会用健康和长寿来回报你。各位朋友，我们这一生就是由无数个白天和黑夜组成的。白天属阳，代表释放和创造；黑夜属阴，代表收藏和孕育。只有把阴的部分养好了，你阳的部分才能真正灿烂辉煌。你的睡相就是你命运的缩影。无论你是喜欢投降式睡觉的乐天派，还是喜欢蜷缩着睡的守财者，又或者是总在寅时被宇宙唤醒的觉醒者，这些都是你生命中独特而宝贵的印记。不要试图强行改变它，而是要去读懂它，顺应它。同时，请记得在每一个夜晚，先安顿好自己的心，再安顿好自己的身体。当你能够做到夜夜安眠，一觉睡到大天亮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生中其实没有什么真正过不去的坎。你的生命力，你的好运气，就在这一呼一吸之间，悄悄地生根发芽。希望大家从今晚开始都能睡个好觉，做个好梦。